我好，哎，苹果电脑又回来了，终于修好了。今天我们主要讲一下手腕相关的问题。有朋友在之前的评论区留言说打球把手伤到了，手臂不舒服。他没有说具体位置，但是一般常见的话，就是我们的网球肘或高尔夫球肘，就是肘关节或者是手腕的腱鞘啊、腕管出了问题。这是打球常出现两个损伤的地方。我们这个万能工具手每天都在用，也非常容易出现损伤。运动损伤，你用的越多，它出现的概率就越大嘛。可以说，手腕和脚腕是我们受伤概率最多、最常出现损伤的地方，也是最容易忽略的。好多人觉得疼几天休息一下，不去处理，它好像就好了。但是大多数情况其实并不是好，而是你身体适应了，那里疼你就不动了，然后慢慢这个手的关节活动度、灵活性都在下降。肘关节也是一样的道理，肩关节也是一样的道理。它之所以会疼呢，是因为我们使用它的时候的方法不对。举个例子，比如说打球的时候，我们说打羽毛球或者打网球，它应该是一个挥鞭样的运动，就是通过我们的核心从腰腹下肢把力量传导到肩膀，然后肩膀传导到手臂，把我们这个手臂就像一个绳子一样，把这个球拍抡起来，然后通过它这种离心和我们玩这个棒铃是一样的，它是一个离心力。然后这样在这个离心力比较大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球打到你想要打的位置。这个不是说你手指用的力越多，这个效果越好，而是反过来的，是你手越放松，你的上臂，然后手腕关节、肩关节、肘关节越不较劲儿，你这个离心的状态，这个离心力发挥的就越好，它这个打球打的越漂亮。有点像什么呢？像大家见过那种玩鞭子的吗？中国传统的武器这个软鞭其实是很厉害的，它的测速的话，在这种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手里面，它这个鞭梢可以达到好像是2马赫的这个速度吧，就是可以轻松的击破音障。所以大家看有一些表演这种甩鞭子，它那个会出现非常奇特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分贝很大，而且穿透力很强。如果近距离听，是有可能让这个人的鼓膜破裂的。它就是因为它突破音障了，速度非常快。不是说靠力量，它是通过这种离心力，然后它有一个挥鞭效应，就让这个鞭子的末梢它可以突破音障，速度非常快。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棒球运动员课代表来了，欢迎，谢谢。先简单聊一聊，大家了解这个棒球运动员，他这个投掷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强的。他经常可以就是这种半职业的运动员可以轻松投出让这个球速超过120公里，甚至将近200公里的速度。这个是比网球、比羽毛球速度还要快的，而且它的准确性也可以达到很高。我看网上视频，有的这个棒球运动员打雪仗嘛，他可以在那个墙面上就是一个一个投，最后投出一个人像的一个画来，就是投的准确性也很好。他投掷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下肢的力量，然后把这个肩膀，那个慢镜头里面可以看到他的肩关节上肢就好像变成一个面条一样，变成一条绳索一样，就整个甩出来，那个肩膀的角度啊，甚至都超过正常的解剖学所谓的肩关节的活动范围的程度了。然后通过这种甩动，达到一个鞭梢挥鞭效应，让这个球突破一个很快的速度。打球呢就应该是这样。然后我们日常当中很多投掷或者非投掷的运动，其实也是需要这种力，就是这个力你越贯通，它就越不容易损伤。但是反过来，我们看很多的人打球，往往不是那种职业的，就是业余打一打，打了几场，这个手腕啊、胳膊、肩膀就酸痛的不得了，甚至就开始出现关节的疼痛、肿胀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握拍，然后打球的时候，你手臂过多的参与，用力用的太多了。
然后力线它不是传到这个球拍上打到球上了，而是打到你自己的身体上了。啊，这课代表说，我做瑜伽的时候力线传不到手指，承重都在手腕关节上，所以有同样一些手肘的问题。是的，这个一定要纠正这个正确的动作，如果动作不对呢，非常容易出现运动损伤。好多时候也不光是动作的问题，好多时候是你的神经控制还有运动习惯，就是你的本体感觉、关节的这个本体位置觉出现问题了，就是你不知道你的这个手啊、肘啊、肩关节是在哪儿。你想象当中可能是觉得，哎，我好像职业运动员那样啊，一个拍挥出去很漂亮，把球打过去了。但实际上你做的动作，你如果录了视频或者有镜子的话，最好是录个视频，你一看你就觉得，哎呀，动作好奇怪。就是怎么看怎么别扭。打高尔夫球的人也是同样的问题。如果你的动作很标准，然后符合这个运动轨迹的话，就球打得又漂亮，然后身体又不容易损伤。但是好多人他就是搞疲劳战术。像温哥华这边那个王教主不是说过那叫乐高会嘛？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各种打高尔夫球的球会，那一打起来这很疯狂的，就是肯定是超量运动了。他挥杆的数量啊。时间呀都是超过他的身体程度，所以他这种很多我接触的这种病人都是，打高尔夫球打得很兴奋，然后打时间长，超过他身体的可控范围了，然后就出现这个整个一侧的这个肩膀颈椎、腰椎、后背甚至脚踝都是疼痛不舒服。然后有的人就很奇怪，说怎么也时痛时不痛，到底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呢？问题肯定是有，但是你的身体还能代偿的时候，它就还能凑合运转；当它不能代偿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严重的问题了。那我们今天就是简单介绍一些方法，锻炼的方法，可以纠正一下我们上肢的这个力线，然后让我们的身体能够更好的知道你的手、你的上肢、肩肘腕应该怎么配合、怎么运动，可以避免运动损伤，可以让你的运动水平、运动表现更好。我讲的时候呢，先用这个短棍来给大家讲，就是大家这个不要太在意这个工具啊，就是我不是把那个杠铃亚马逊的那个链接放社区了吗？然后有个网友我看说是5磅的链接已经断货了。这个不是带货能力强，它肯定是亚马逊各个地方的那个仓库，它库存不一样，可能有的地方买杠铃的人比较少，毕竟小众运动嘛，就可能会有暂时的断货，你就等一等就行了，或者你就是从那个家装店 Home Depot 家得宝这些，或者沃尔玛，它有这种八角锤或者羊角锤都可以，一般是有3磅或4磅的。也有更重的就没必要了，就是买一个1磅、2磅、3磅都行。然后它那个锤的那个柄可能会相对短一点，但没关系啊，就是你也可以锻炼用的。或者说我看也有朋友就是拿个擀面杖，其实也是可以很好的锻炼的。我先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短棍就可以练的，这个呢叫啥来着？名字忘了，它是。很多传统武术里面会有短棍的训练，还有摔跤里面都有这种锻炼。它就是要纠正我们的上肢的力线，然后同时增加手腕肘肩的这种活动度、灵活性，同时也有练上肢力量的这种意义。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这个拧木棍嘛，这个在过去中医骨科的基本功里面就有。就是你找一个木棍，然后就把它像拧毛巾一样，一个手往一个方向去旋转，另一个手往另一个反方向去旋转，但是不发生位移啊，不是说这种拧来拧去，就是它木棒是没动的，但是我们相对用力，这个时候你用对了呢，就是会感觉到这个2个肩膀的肩胛骨是往不同的方向旋转用力的，然后5到10秒之后。再换一个方向，2个手的方向换一下，然后竖着也可以，横着也可以，都是可以练的。大概做5到8组就行吧。它可以做一个基础的力量训练，它是一个自重的一个等长收缩，相当于我们这种动态的站桩吧。
对上肢的力量恢复也很好可以增强力量的。不是说你一定要举铁，要举哑铃、杠铃才能增加力量。其实像这种关节周围的小肌肉群，用这种训练方法就可以很好。还有就是简单的抓握，我们也可以用一只手这样抓住，然后都是可以的，不需要很重。然后我们就是抓住，用力抓住，然后5到10秒之后放松，然后再做下一组，就是这种训练就足够了。其实大部分日常生活就足够用的，而且不太容易受伤。你说你这个怎么练过量呢？你不可能练过量的，就是你自己能用多大的劲儿就用多大的劲儿。还有之前我们介绍的这种叠浪劲儿的方法嘛，就是你把你的全力100%的力量，先掌握好，然后你就把它逐渐的增加它的控制能力。先从10%开始，第一次呼吸的时候，呼气的时候就用10%的力量，然后吸气、呼气的时候，再加10%，变成20%的力量，然后吸气的时候保持住这个20%的力量，然后第3次的时候呼气的时候加到30%的力量，就层层加力。加到90%，其实大多数人加到70%、80%，你就已经用出全力了。你的大多数人那种精确控制能力没有那么强，加个6、7次，其实就已经你基本上接近90%到100%的力量了。然后我们对这种力量的控制精度越好，对我们的大脑的训练，还有末端的灵活性训练、力量训练都是很好的。还有一个站桩的方法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可以按平常站桩的方法，2个脚平行站立，内侧平行，脚尖朝前，然后其他的要领都差不多，就是腰啊、膝盖啊这些都放松，不要伸太直，也不要屈太多。然后2个手呢，把这个木棍放在胸前，距离就是往前一点点就行，不用太往前，也不要太贴近身体，稍微手臂的肘关节有一点舒展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怎么用力呢？2个手相对用力，然后挤压这个木棍。大家如果对身体比较敏感的话，就会感觉到，随着你手加力，挤压往中间用力挤压的这个木棍的时候，你的脊柱就会变得挺直，然后重心就会落到脚跟上去。这是因为我们通过一个木棍让上肢形成一个力学的闭环，把它闭锁住了，把上肢闭锁住之后，身体的这个重心还有你上半身上背部的这个脊柱就会发生相应的调整，然后它就会形成一个整体，然后相应你的腰的压力还有下肢的压力就会发生改变，重心也会变化。这是一个站桩的方式。然后我就介绍这个摔跤练手腕，用木棍练手腕的这个动作。这个怎么描述呢？就是我们一个手正手，一个手反手，在下面的这个手，2个手都在这个木棍的末端，下面这个手是正握的，就是大拇指朝上，然后上面这个手是反握的，是大拇指虎口朝下，下面的手是虎口朝上。这个时候往外伸，然后旋转，2个手同时旋转，反过来，然后把木棍也倒过来。这个基本上就是2只手，一只手内旋，一只手外旋。动作不复杂，但是网上好多表演的视频，它就做得很快，让你看不清是怎么动的。其实就是一个手固定住这个木棍，然后另一只手放松，让它在让这个木棍在你手里面旋转。就是我们说一个手是动力手，另一个手就是放松，让它像一个轴承一样，让这个木棍动。这样2个手相对用力，把手臂伸直，这样就可以让你的手腕得到一个相对极限的一个活动范围。这个动作在传统武术里面很多，摔跤里面很普及，很常用。还有我还见过，那叫道门9宫8卦掌，就是一代宗师里边章子怡他们这个妇女练的那个。
那个北京也有传人，叫什么？电影里边叫龚氏哈，那好像现实当中也姓龚吧？这个里面有很多基本功，还有他是用道家思想的这个八卦掌，和这个其他的八卦掌还是有一些区别，还是很有内涵的。我跟那个老师学过几次，没有学全，但是他那个书看了，有一些小功法，效果还真是挺不错的。这个我就不多做了，就介绍一下，大家找一个木棍试一试啊。如果手臂不舒服啊，手腕啊、肘关节有不舒服的，可以练一练这个。我自己日常也是拿这个当做一个小练习，随手功，就是做一做上肢，做完以后上肢还是很舒服的，包括肩膀也会有改善。然后我们就讲这个棒铃，棒铃动作呢，我们接着以前的内容讲，但是今天主要是针对手腕、上肢、肩肘腕的这种力线的调整。先从预备式开始，我们之前讲过这个预备式，就是两个手，握住棒铃的末端，我先用这个木棍代替，放在身体肘关节贴住肋骨，这个是预备式。我们可以用这个姿势做一个站桩，它也是很多棒铃的动作的起始动作。它还有一个动作呢，叫做持剑式，就是把手臂伸直，然后手腕往前，让棒铃，我现在用的是木棍，让棒铃和地面平行，就好像你的棒铃是一把这种宝剑一样，然后朝着正前方，手臂完全伸直，手腕也挺直，单手也可以，双手也可以。然后我们就先站桩的话，就可以用双手，这就是持剑式。然后大家自己练的时候呢，也可以就是让预备式和持剑式交替。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旗帜动作，就是把这个棒铃从预备式，然后手臂伸直，保持棒铃和地面垂直的状态，这个就是一个旗帜动作，这也是一个站桩的动作，可以，也是很多动作起始的。然后再加上今天讲的这个持剑式，这3个动作作为循环，你当做一个小练习，一组一组这样去做也可以。站桩，然后一个姿势站10秒、5秒或者1分钟，然后换下一个姿势30秒、1分钟，然后持剑式30秒、1分钟，然后再变成旗帜，30秒到1分钟，然后再收回到预备式，这就是一个循环，它基本上可以练到我们上肢的肩肘腕，还有所有的肌肉。而且它是整体的练的，这个是比较适合我们增强体能、增强力量，然后增加关节的韧性和强度。如果你受伤了，肘关节或者腕关节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康复的训练。然后我要说一下，就是因为我最近还有一些肩膀啊，或者是肘。手臂有一些已经发生了比较严重损伤的病人，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直接上来就上重量的话，它这些动作难度相对就有点大，我们就介绍一些难度比较小、比较初级的动作。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叫棒铃的，也可以叫摆荡，但是就是它比我们之前讲的正摆和侧摆的动作幅度就要小。一般就是单手练，这个双手练也可以，但是我们一般就先单手练。假设说我右边的肩膀不舒服，或者右边的肘或手腕有不舒服，我们就把这个棒铃，我现在用的是木棍示范，然后棒铃放在手指末端，不是说要用这个手握得多紧。棒铃它末端都有一个这个梅花球，就是防止它脱落，我们手可以放在这个地方。不需要用力握紧它，就只要它勾住就行，勾在这里，让它不会掉，然后就可以了。然后靠这个重力，我们用这个重心的移动，重心往前往后，
然后摆动这个棒铃。我用棒铃示范吧，它有重量的话就好看一点。就是大家看我这个身体啊，通过我的重心的这种微小的动作，然后身体的晃动，不是我的肩膀和手臂在用力来让它晃动起来，而是通过我的身体的移动、重心的移动来把这个棒铃带动起来。然后我的整个手臂、肩膀、肘、腕都是放松的状态，只是手指轻轻的勾住它，不会让这个棒铃掉到地上。就不用说我们像以前正摆、侧摆那样把它这个弄得很高，就是通过微小的身体的重心的移动，然后身体的晃动、骨盆的动作，让这个棒铃做我们的一个重锤，它好像这个钟摆一样，然后把我们的上肢的整体关节拉开，让关节的空间放松，释放掉它里面紧张的这些张力，让上肢的力线状态更好。也可以在身体的前面，就是摆动都是一样的。这个其实不是说越重越好，大家拿个1磅、2磅，拿个矿泉水瓶都可以，这样在身体前面摆动，就是比较放松的、比较舒服的姿势。然后换一只手，这个像有一些肩膀它有肩周炎，有部分地方粘连的，就比较适合这个动作。不要用太重的，轻一点就可以。有一个配重，然后通过这个重物来把你上肢的这个关节拉开，再加上这个身体的晃动，而不是说你手臂的肌肉收缩、肩膀的肌肉收缩来带动它。注意看我的是通过下肢和髋关节的这个晃动，来让棒铃来摆荡起来，就是很基础的动作。这是一个钟摆运动，然后它可以作为一些康复的动作，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热身。这个是摆荡啊。还有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呢，就是我们可以之前讲到正摆，我也在这个评论区、社区里面跟大家说过，就是大家要想增强我们的核心的状态，让骨盆的血运更好，让我们这个就是核心吧然后包括这个王教主前几天讲的这个性能力，就是别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这个性能力有些出问题的很多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感觉好像不够用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腹部这个筋膜过于松弛或者过于紧张，然后盆底的这个肌肉整个盆腔的这个张力它过紧或者过松，然后我们其实都是可以通过棒铃正摆和侧摆来锻炼，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在特定的位置绑个重物去荡来荡去才有效。那个是有特殊的练法，然后也有特殊的要求。如果你方法不对，比如像司马南那个经典照片那样绑错了，就是容易出现危险，也有出现不好的副作用的情况的。我们只要正规的用棒铃，其实效果比那种练法效果要好。那有些朋友呢就反映说找不到这个髋铰链的这个感觉，就是找不到这种髋关节骨盆发力的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好多人他下肢力线久坐嘛，或者下肢运动少，他这个动作习惯的问题，包括我们看很多人走路，他这个步态都是靠小腿走的，就是大腿基本不用，臀肌就基本是完全就废用了。现在有一个叫什么死臀综合症嘛，就是久坐，然后下肢运动少，臀部这个肌肉就萎缩了。好多人也说什么亚洲人就
屁股比较扁呀，没有翘臀，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系，跟骨盆状态也有关系啊。但是你如果是太追求翘臀，比如像那个金卡戴珊那样，那个是水平尾椎了，那个是一种病态。你说直接能放个杯子，那种他就没法做了，你坐下来他坐不住的。尾骨那个变成水平状态了，那种腰是长期会不舒服的，不要追求那种东西。正常的我们是希望这个臀肌更饱满嘛，所以它是要有正确的这个髋铰链的运动。就是我们一开始讲正摆的时候讲过这种折身叠对，折身和不是折胯和叠身说反了，就是折胯的这种运动，就是屁股往后翘，然后腹股沟这里折叠起来，然后叠身呢就是加上屈膝。很多人做的时候，包括做正摆，还有做这个叠身的时候，是这个膝盖，我往后一点啊，就是这个做叠身正常应该是我们用髋关节启动，就是腹股沟折叠，然后带动膝盖微微有一点点弯曲。好多人做就是变成这种跪地上了，就是膝盖先弯，然后就是也不好看，然后膝盖的负担、下肢的关节的负担也会很重，这个是错误的做法啊。就是我们正确的要通过从髋关节启动，把这个屁股、臀部往后去，膝关节只是稍微带一点点弯就可以了。那怎么找到感觉呢？之前介绍的那个做空椅，就是空椅起坐是一种训练，但是那个好像对好多人来说比较难啊。今天就介绍一个简单一点的，它这个叫单侧摆荡撤步，就是我们把杠铃也好，或者你拿木棍也好，或者拿小的壶铃也可以，就是一只手单手。我做示范的就是先用右手，右手呢在我们身侧这种前后摆荡。摆荡的时候呢，一般也是说前面到持剑式就是水平的状态，然后下呢就是往后就随意了。就是顺着这个重力，不是靠这个上肢的力量去往后，就是给它摆荡起来。这个是正常的一个，我们说单手正摆吧。然后重心呢都放在同侧的脚上，然后非重心的这个脚，就是你用右手持杠铃摆荡的时候，我们的左腿随着这个杠铃往后摆的同时，有一个后撤步，脚尖点地。这个时候你前侧的膝盖，因为你承重嘛，所以它前侧的膝盖是锁死的。然后你后撤的同时，上半身前倾，它就一定是腹股沟这里折，就一定是我们想要的这个髋铰链来动。我做一下，大家看一下。先是单手正摆，然后找到这种频率之后，摆到身体后的时候，对侧的脚往后撤步，形成一个弓步。不需要摆太大，杠铃摆的小一点，步子也不用撤的太多。我换一只手，用左手来摆荡，然后右脚撤步。大家看一下这个撤步的动作。1、2、3、4、5、6、7、8、9、10，就是这样做。这个就是右手正摆这个杠铃，然后左腿呢就是当杠铃摆到身体侧面往后的时候，对侧的就是左脚就往后撤，然后再摆回来的时候，再往前的时候，路过身体侧面的时候，这个脚再收回来变成直立。这个就是一个训练髋铰链、髋关节启动啊，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练翘臀的训练。就是爱美的女士啊、男士，如果想要这个骨盆的状态、血液好，然后形态、臀肌更饱满，就可以练这个动作。同时，它也对我们的这个杠铃的正摆的训练、重心的控制、手臂的放松肩关节、上肢立线的这个训练都是很好的。我就再做一组左右各做一组。我从侧面做，然后这样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好，右手持棒，然后左脚一会儿随着这种棒铃的摆动后撤步，同时右脚会稍微有点屈膝，然后折胯，这个腹股沟折叠，上半身保持正直。从预备式开始，然后往下摆的同时，右手的棒铃往下摆的同时，到身体侧面的时候，顺着这个离心力，我们把左脚往后撤，变成弓步。然后往前摆的时候，手恢复成预备式，左脚也收回到直立的状态，两个脚平行站立。好，第二次，3、4、5、6、7、8、9、10。我换左手持棒，然后右脚后撤。先是预备式，肘关节贴紧肋骨，棒铃与地面垂直，然后往下落，撤步。5、6、7、8、9、10。像有很多人他有这种慢性腰痛啊，也是可以通过这个训练。好多人腰痛都是一侧腰痛，它其实就是两边不平衡嘛。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很好的让一侧的状态更好一点，然后慢慢两边都练。我们鼓励是两边都练，平衡的练，这样你的这种慢性腰痛也会得到缓解。因为很多腰痛就是因为久坐还有这个用力习惯不好，没有用到我们这个髋铰链，反而是出现这种误用。你就该弯腰的时候，这个髋关节没有折，反而是腰椎用的太多了，或者说我们骶髂关节太死了，两边这种活动度不一样，就出现损伤了。这个是讲的单侧摆荡加上对侧的后撤步，是一个交叉训练，也是很好的一个训练我们上下肢平衡、左右平衡的一个练习。大家可以有机会多练一练。我就不用这个多做几组代练，还是大家希望说我做一个完整的几组，大家可以跟着练的。那我们今天还是先讲吧，这个现在这个每个人需求不一样。那我们最后再讲，就把上肢的涉及到的训练讲完。上次我们讲过这个上肢的这个头掷啊，就是绕过头顶，然后从预备式开始90度，然后到后面手腕低于肘关节，让这个棒铃悬垂到后背这里，这个再拉回到前面，这个就是头掷。头掷我们今天再加上一个摆荡，就是侧摆，之前讲的侧摆，然后恢复预备式，这个就是肩关节的完整的这个叫什么？中文好像叫风车，然后英文叫 mile 还是叫 circle， 这个叫法太多了，我也弄得不是太清楚。但是简单说呢，就是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上肢的两个基础活动。就一个是从我们内侧，然后往外摆动，回到上面转回来；还有一个呢是从身体的外侧，然后往内之后过头绕回来，这就是两种。大家如果看过比赛或者打过球的话，就可以认为是羽毛球或者网球的这种正手打球和反手打球。就是手臂，我们上肢、肩关节、肘关节，手腕这种往内旋、外旋，它是两个方向的运动嘛。
大多数日常生活的运动还有打球都是内旋更多一点，也有一些外旋更多一点的，就是会形成我们所说的这种网球肘或者是高尔夫球肘，就是因为你单侧旋转单侧方向的这种运动做的太多了，慢慢就好像那个螺丝一样，老往一个方向拧，最后这个拧的就卡死了。所以我们去做康复日常锻炼呢，就有意识的去做一些反方向的，或者说我们两个方向都做一做，松一松，紧一紧，把该松的地方松下来，把该紧的地方紧起来。那我先用木棍，简单示范一下。这个呢也是一样，不是靠我们这个手臂的力量硬给它拉起来啊，硬给它摆荡起来的，它是通过我们的身体的转动，身体的重心的移动。一般棒铃呢，我们说它以前是战士训练的一个工具嘛，所以它就是假想就是有这种战士的状态，所以它会有一只手，比如我用右手，那我呢要面对的前方呢就是我的敌人啊，或者观看我表演的人，那我们就先要让这个观众这边对着这个棒铃，那就是先转到身体转到一侧。然后手是90度贴到肋骨这里，然后第一步呢是先变成持剑式，就是我们手臂伸直，让棒铃和地面平行，然后顺着重力让它落下来，荡到身体后面，同时我们身体跟着转动转过来，恢复预备式，但是变成身体外侧了。然后往上抬到我们的身体，单手后背悬停，悬停之后，再通过背阔肌把棒铃拉回到身体前面，同时身体转动，就是通过我们背阔肌，好像扔东西一样投掷出去，回到开始的位置。我完整做一下，大家可以一开始先练软式。就是棒铃训练，它分软式和硬式。硬式就是不停，就是做一个循环，这样不停的。然后软式呢，就是我们每一步都停一下。第一步呢，就是先是预备式，手臂持棒铃贴紧肋骨，然后棒铃的状态是和地面垂直的。然后第二步持剑式，停一下，然后落地转一个。往身体外侧摆动到外面的持剑式，手臂伸直，这个棒铃和地面平行，然后给它竖起来，回到预备式，肘关节贴紧肋骨，然后投掷，让棒铃来到身体后面，肘关节高于肩膀，腕关节低于肘关节。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身体的一个摆动，让这个背阔肌发力，让后背给它拉到棒铃拉到身体前面，回到一开始的预备式的状态。我完整做一下，就不解说了。这个是往外循环，或者叫外风车。然后内风车呢，就是就反过来，先是身体在外面，就是手臂持棒铃在预备式，然后我们正对着前方，手臂伸直变成持剑式，然后从身体上面从外往身体的中线摆动到前面预备式，然后这个时候呢要往反方向，往对侧的肩膀后面去，然后转一圈回来，回到一开始的这个预备式的姿势。我就连贯做一下。我用棒铃做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就不说那么多了，大家看吧。这个我一开始学的时候，我看视频就是看的有点晕，这个往内往外分不太清楚，大家不用太在意，就是你就记着这个挥拍，就跟打这个羽毛球一样，就是正手反手，
然后它的手臂呢也会跟着内旋外旋，你的肩关节也是往内往外，它都是在动，就是两个大家都练一练。我先做一组这个往外的啊，2、3、4、5、6、7、8、9、10。这个动作就是我们之前讲的基础动作组合之后成的。这个如果是初学者的话，不强求，我们不用说我这弄不明白各个动作呢，这动作做不连贯，或者我这个杠铃太重，我做不了，那就先用个擀面杖，用个小锤子或者轻一点东西，或者我就光空手，然后我把动作先弄明白，然后再慢慢练，不着急。我用左手做一下，2、3、4、5、6、7、8、9、10。这是外风车，然后我们再做一下内风车。哎，这没做错，应该没做错。就是大家如果是觉得单手吃力的话，也可以双手做啊。就是绕颈这个不熟练的话，不要受伤，安全第一。然后换左手做一组。忘了数了，就这样。这个大家一开始的话也可以双手做。我用单手呢，就是说这样可以最大化让我们这个单侧的肩膀上肢得到一个好的训练。但双手做也没问题啊。双手做相当于就是一个手在做这个内风车，一个手就在做外风车。换一次。这个就是比较经典的杠铃动作了。当然也再加上就其他组合，就比如我们之前讲的，你左右各绕一下就变成伽马了嘛。这个都是杠铃的经典训练。
最近的话就不能讲太长时间啊，这个还得抽出时间去复习，到月底考完试才能再恢复正常吧。动作就不做太多重复的了，还是先把动作讲清楚就可以。如果是大家觉得还是以前那样，我做几组，然后大家可以跟着练的这种形式呢，就评论告诉我，我可以以后再恢复那种就是每个动作多做几组，这样大家可以跟着练。然后还是说先学会，就是杠铃的动作很多，大家不用说我每个动作都学会，一开始就是基础的动作，反复的练，然后练熟了之后，你再去学就很快了。然后最后其实就是自己随意组合，它是比较freestyle 的，不是说这种固定套路，说一定要怎么练，就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根据自己学习的情况，力量控制能力，然后选择自己做着最舒服，能够控制好、做得漂亮的动作就可以了。然后你就重复做了几组，然后随着锻炼的状态有了，你看我现在只是讲一下就已经有点出汗，然后感觉手臂的肌肉也都有充血的感觉，并不是一定说要去做器械啊、做杠铃、哑铃，就是要练到力竭那种。我们就是安全可控。我做2组，我觉得身体活动开了，肌肉有充血，然后有点微微出汗，达到锻炼的目的就可以了。然后过一会儿，有时间了，我再做几下。我也不是说一定要随身带个杠铃，我拿个水杯，水杯有这个500克的，就是1斤嘛，也有这种更大1500克的，就相当于一个重物嘛。然后我们握住它就可以做这种杠铃的各种动作。那我跟病人介绍就经常是让他拿自己的手机，你这个手机一般不会说甩的就是扔开了，就一定是抓的挺紧的。然后你去做这种杠铃的投掷的动作啊，就是可以很好的对肩膀得到锻炼嘛。然后2个手握住绕颈，这个就是很好的对你的肩膀啊、颈椎的这种锻炼嘛。就是不用太在意场地器械，然后说我做的动作标准不标准呀？然后问我，我肯定是我自己觉得我做的肯定是不标准的，因为我不是专业的这种教练。但是我觉得，我把动作要领明白弄清楚，他在练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要练这个动作，练的时候我能够哪些收获，能够让我的手臂状态更好呀？然后之前这种手臂，比如这个手腕的这种尺桡关节，肘部的这种尺桡关节，它出现这种更大的活动度，更多的空间，减少疼痛，减少的挤压，就是达到目的了。最后再介绍一个治疗这种手腕呀、肘关节的一个小方法吧，就是我们用它可以给别人治病，也可以自己来给自己调理。方法也不复杂，就是我们用手腕，下面一点就是另一只手握住它，不用握得太死啊，就是稍微有一个阻力就可以了。然后被握住的这只手呢，你可以伸成一个掌，保持住也可以，然后握拳保持住也可以，然后旋转，正向旋转10下到20下，再反方向旋转10下到20下。转的时候，你握住的这只手会感觉到尺桡骨2根骨头它在里面在滚动嘛，就相当于我们2根筷子，然后它不齐，然后你给它控制住，然后它们转一转，它就齐了。一开始可能你会有手腕的各种响啊，你的韧带会有酸疼啊，有紧张啊，慢慢自己就可以把这个筋膜、韧带、关节它调松，调正常的位置。这是一个训练。还有一个训练呢，这个比较适合打球的人啊，就是我还是用这个短棍做示范。实际上用棒铃也可以，棒铃的话就是对这个你不能做太重的，因为它是一个练手腕的嘛。这个叫雨刷器。之前我讲的时候，之前的讲座我是教大家用锤子去做，也是李小龙推荐的一个方法。那个时候是让大家就是把手臂伸出来，考虑的就是控制好这个肘关节，让肘关节不动，然后让这个锤子或者你手持的这个木棍从跟地面垂直的状态，
然后慢慢内旋到跟地面平行，甚至更低一点，然后再控制它一点点恢复到外旋的状态，然后水平或者更低一点，让手腕、肘关节、尺桡关节得到一个最大幅度的锻炼。这个运动轨迹就特别像我们汽车前面那个雨刷器，然后杠铃里面也确实叫雨刷器，就是左右动，然后也可以用两只手的话，就是一定是让这个肘关节贴紧肋骨，这样一个是说杠铃比较重，我们用这种姿势，就是预备式的姿势，肘关节贴紧，把这个肘关节就锁死了。同时也是为了安全，就避免说突然脱力啊、拿不动啊，这个杠铃砸到自己身上。然后在身体前面可以两只手一起练，左右旋转，这个就是对手腕和前臂的一个很好的练习。大家也可以用这个羽毛球拍、网球拍都可以。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画圈，就是我们也是让这个肘关节贴紧肋骨，因为你不贴紧肋骨的话是可以活动到肘关节的，所以如果是肘关节有问题的话，我建议就是把它稍微伸开一点，但不要完全伸直，就是稍微留一点余地。然后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雨刷器这样左右倒也可以，然后往前变成持剑式这样也可以，它就练的是手腕和前臂的不同的位置，肘关节的不同位置。大家一般做5到10次一组，然后做个8到10组就可以，不用做太多的。它这个画圈呢，就是我们想象它前面有一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吧，然后用我们的这个尺的木棍也好，棒铃也好，球拍也好，然后画一个圆圈，不用特别圆，就是只是一个大概的范围。然后我们的手腕就是在动，同时牵拉前臂的筋膜和肌肉，然后在反方向逆时针旋转，这就是练一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画八字，就是你记不清楚说我是到底顺时针多少圈，逆时针多少圈，其实比较累嘛，那就干脆就画一个我们说的这个数字8啊，上面画一个圆，下面逆时针画一个圆，画成一个8啊，也可以画成这个8倒过来，就是无限的符号，左边画一个圈，右边画一个圈，中间交叉，这个就是训练手腕。我们这个羽毛球也好，网球也好，它网球可能用手腕少一点，羽毛球的话它是有这种专门的训练的，但是它训练可能就是让你会加力。我们这种康复呢，就是不要加力，不要有爆发力，一定是匀速的、缓慢的去画这个8字，或者是画这个圆圈，目的是为了让手腕的各个子骨还有尺桡关节得到松动，得到有效的锻炼，增加它的活动度，增加它的关节空间，减少卡压。像这个什么 TFCC 啊，什么腕管综合征，这些手腕的问题，还有肘关节的一些问题，包括前臂的一些肌肉疼痛、筋膜疼痛的，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去锻炼康复的。好，那我们今天锻炼的部分就先讲这么多了。先做个预告，下周一我想讲一讲这个，如果是非专业的成年人，就是你原来学其他的专业，然后突然现在对中医感兴趣了，想要试着学一下中医，有哪些途径和方法，我会给一些具体的建议。这几天前一阵儿有一个朋友在评论区说想让女儿学中医，下面跟贴的有说问这个成年人怎么学啊，我给留言简单回复了一下，然后我想想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值得好好直播讲一讲的。现象还是挺典型，我们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具体讲吧，下周一或者周3，我估计是周一吧。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提前发一些问题给我，我就尽量讲的时候提到啊。当然直播聊天室里面先问也可以，我想的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些比较靠谱的途径，少走一些弯路，避免说花了时间精力了，最后一无所获，或者是踩了不少坑吧。那今天又快1个小时了，我们今天直播就先结束吧，祝大家周末愉快。好。
撒花结束。